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，也不能是您来委托，需要他母亲来。他妈妈去世了。啊？建设这事儿一出了以后，他妈就病倒了。我在医院照顾他妈，照顾了3个月，还是没能把老人家留住。我一想，他妈这一死，建设也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直系亲属，只能靠我了。所以我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救他呀。哦，对了，一审判决的时候，我让律师让建设在一个空白的委托书上签了个字，你们看这个行吗？哦，这个应该行。那这些材料就先留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3天以后给您一个答复，您看可以吗？谢谢啊，邱律师，谢谢罗律师。我们家建设是个好人，那这命就拜托在你们俩身上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？说不好，但总体感觉还行。但是他极力渲染跟他前夫的感情，我觉得还挺抓马的。但是他想救人，应该是真的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拿那1000块钱，又劝许建设回来自首，这是实打实的。如果没有那自首情节的话，判个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说明这女人还是懂事理的。对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个女人头脑挺清楚的。你想啊，那边一审还没结束呢，她就想着给许建设提前签一个委托书。对，他刚才拿出那个委托书的时候，我都一激灵。是个聪明人。哎，还是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哈。交流成本低。咱把这一审判决书研究一下。那你看啊，这上面说这个最后进到这小树林里面的只有他和张玉林这2个人。而且张玉林作证说，最后这致命的一棍子是许建设打的。这里面还有很多人的证言都说是看到棍子拿在许建设的手里。我看见了。但是这打人现场只有他们2个人。既然只有他们2个人，也就是说，许建设打死的概率有50%。大姐了，那法律不能依靠着这概率来定罪量刑吧？那你要这么说，那人许建设一开始人可没参与啊，他只是劝架。那他最后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把人往死里打呀？反观那张玉林，一开始就是他先打人对方的。那你要说这概率的话，我觉得他的概率最大。你刚说完，法律不能根据概率来判。对呀，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庭应该穷尽一切可能调查清楚事实才行。没准真的已经穷尽了，没有办法调查清楚。而且，这张玉林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这定罪量刑的依据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哎，他可是同案犯，他是存在着重大利害关系的。如果真是马丽丽说的那样，他骗了许建设逃跑，然后他自己去自首，指认许建设，那他的这个证言的真实性值得考量。那起码说明许建设头脑简单。哎，我这儿查到许建设公司资料了啊。有被执行过的记录。这估计效益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那刚才马丽丽可没说许建设公司的经济状况怎么样。看来这聪明人也不老实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边也都关了。那儿有一个办公楼。哎，干嘛呢你们俩？
啊，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！您好，那个什么呀？出去，来，出去，门在那儿。我们是律师，对，我们想来打听打听情况。律师？哎，这是我们的律师证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哎就这个公司是出事之前关的，还是才关呀？这公司出事之后才关的。本来啊，前段时间生意就不好做，这一出事儿，老板进去了，这不就关了吗？哦，这公司就靠你们老板自己一个人啊？姑娘，你不知道，这公司本来就是他自己的。之前呢，是我们老板娘帮他打理，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，俩又闹了离婚了。这一离，得又剩他自己。那出事以后，他们没想着把这公司卖了换成钱赔偿吗？这公司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卖不了俩字儿。哎，那据您所知啊，就是你们这个老板是他有钱呢就不想赔，还是就是没钱赔不了？有钱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肯定有钱。你别看现在这公司这样了啊，不行了，但是我们老板在京北好几套房，光2环内2套。他公司经营情况不好，又刚刚离了婚，我估计这个人情绪很不稳定。可是刚才那保安啊，不是说吗？说他2环里可有2套房呢，他干嘛要坚决拒绝赔偿啊？没准啊，他真没打人，所以才不认罪不赔偿。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待着待着，两帮人就打起来了。开始在里面打的，后来在这个位置打的。哦，您看看是这个人吗？啊，刘哥，你看是他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那天警察押人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打架那天他喝的不少。您看见了是吗？看见了。我还给他上了好几瓶酒呢。哦，一开始打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参与啊？开始确实没参与，他比他们年龄都大，开始他还劝来着，后来一打起来，我怕沾身上血，就赶紧躲了。后来的事儿我没看到。那出事的小树林就在这附近是吗？就那边。好。这儿树这么密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呀？要不咱改天等晚上差不多这时间，咱们再来一趟。那也行，走吧，走。还是想接？想接，不接心里痒痒。但是一审已经判了，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，改判的可能性不大。哎，就越是这样越给接。再说了，咱手里有能抓着的地方，他证据确实薄弱呀。你说老打这个安全的官司有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接。这案子确实有难度，不过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勇气，挑战不可能。打这个官司，你们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。陶律，关键是，如果我们赢不了，他这无期就蹲上了。不用想那么多，刑事案件舞台有限，但千万不能越界，尽力就好，把该挣到的钱挣到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喂，罗律师，韩律师让你一会儿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哦，好。你们不会还没跟他打招呼吧？这可就是你们不对了。他是刑辩部的主任，你们应该先向他汇报，再来管委会找我。赶快过去。翅膀硬了，眼里没我这个师傅了是吧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老话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什么昧心钱你们都敢挣啊？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夫子自道吧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
我们这案子还没签合同呢，您怎么知道是为钱接的呀？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难打吗？一审都出判决了，二审你要翻过来，万一要是输了呢？对咱们所会造成多坏的影响啊！我不觉得会给所里带来什么负面影响。一审判决了就不可为了，那国家设计二审制度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只要有二审，就有律师代理，输了官司就会给所里带来负面影响吗？说的轻巧，我是刑辩部主任，你们要是出了纰漏，还不得我这主任给你们擦屁股？万一当事人家属告了，我这个合伙人得给你们负责。别光想着出风头，学学做人吧。韩主任，您是想教我们俩怎么做人是吧？那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就免了吧。这责任是我爸，这案子能不能接？您说句话，要是不能接，给个理由。案子能接，但不一定是你们打。回去听合伙人会议的消息吧。还想截咱们的胡？手里的案子被咱们弄过来几个，这就急了。哼，说他那德行，哎，给谁也不能给他呀。咱要不然给玛丽去个电话，告诉她所里可能有其他人打他那案子主意。不行，这玛丽里心眼太多，要是让她知道了，她还以为咱们在所里没人呢。对，你提醒对，那咱就静观其变吧。反正坚决不能让老韩抢了，实在不行，咱就去方烈红那儿闹去。陶律师，怎么着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刑辩部主任吗？我怎么了？刑事案得先从我这儿过吧？没经过我，你就同意他们两个接案？两个初出茅庐的丫头片子，带着一条人命，万一出了事儿，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呀？不是我让他们两个向你汇报的吗？那是在你同意之后。怎么着？我的工作你来分配啊？不是，韩主任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他们事先没跟您打招呼吗？再说了，不就两个年轻人接了一个大案子吗？您说您都已经这么成功了，至于跟两个小年轻的抢饭吃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他们俩抢业务是不是？那不然呢？哎呀，你们俩先别吵了。现在啊，咱们都知道刑事案件特别难打。既然两个年轻的律师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们想接，就让他们历练一下呗。那不行，万一输了呢？我们得对当事人负责吧，不能让人家又输钱又输人。明知道赢不了的案子，趁早别接，是不是？哎，但凡韩主任接不了的案子，都不应该接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行，老韩先坐下。哎呀，坐。那个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案子对于两个年轻律师来说呢，的确有点大。我个人建议，咱们派一个有经验的老律师来配合他们，带着他们打，好不好？谁合适？刑辩的案子嘛，我认为韩主任最专业。我不是跟他们抢业务，我首先得声明啊，但我是刑辩部主任，我得把这个关。对，要把关。什么？人家方律说了，这也是为咱们好。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，帮咱们跟老韩缓和一下关系。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好。就他那种人，唯恐避之不及，还搞什么关系啊？要是不想让老韩接，也有办法。据我们了解，这个许建设虽然公司在亏损，但其实他是一个隐形富豪，家里有多处房产，光二环内就有几套。二环内那得上百万哦，那不止了，说是有一套100多平吧。那得好几百万，真有钱啊！那你跟他们开价了吗？还没，这不是等您呢吗，韩主任？一条人命啊！
所以一会儿他可能要跟您详细的聊一聊。来了，马女士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韩主任。哦，您好，韩主任。马女士，你好，你好，您请坐。哎，马女士，韩主任是我们刑侦部的主任，也是老律师了。过去啊，打的这个刑事案子也是打了一大把了。但哪怕是没有变活的经验呢，那变死的经验也很多了。老律师就相当于老游医，经验非常丰富。那个罗英子，哎，你做记录。好。啊。这个话糙理不糙，一审的判决我看了，二审也不是没有可辩的空间，但是也不大，所以您得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。那还变吗？哎，当然要变了。哎，我听小罗他们跟我介绍，您不是很爱许建设吗？但凡咱有一分希望，咱就得使出100%的力量去救他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即使被判了死刑，咱也得请最好的医生给他去治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韩主任就相当于那个最好的医生。那我们这案子您看了吗？看了。那您打算怎么变呢？咱先不说怎么变，律师的时间就是金钱。在签这个代理协议之前，我应该一个字儿都不能说，所以咱先把代理协议签了，好吧？秋华，你把那个代理协议拿给马女士。这协议都是格式，没什么可看的，签个名就行。120万。啊？这不原来说才50万吗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就像你到医院去看病一样，你是挂了一个普通号啊，还是专家门诊，这能一样吗？没错，这个50万吧，那可能就是变个无期，但是这120万呢，没准这人就早就放出来了。这谁也不敢说啊。那谁来了，他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是不是？这一审嘛，咱还好说，这二审，那需要上级法院把下级法院的审判推翻，这是难度很大的。韩律师，我还是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，我就不麻烦您这样的大神了，我跟他们俩签。别，我们俩的这个经验真的是没有人韩主任的经验丰富。但你俩打的官司我是见过的，韩律师打官司我也没看过，我就相信眼见为实。随便你了，你就不怕二审维持原判吗？您不说难度很大，死马当活马医吗？如果您要能保证二审能翻过来，我就委托您。啊，这谁也不敢保证啊。他们俩敢吗？不敢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敢说敢。对呀。那人不才要50万吗？谁叫我看了这案子以后，我是义愤填膺的。好，50万我接了。韩主任，这50万您可就亏了。不是，你们俩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没有，主要是这个当着人，那我就说吧，就是我想问邱律师，上次韩主任那个案子多少钱？200。你看，马女士，这事儿我就得跟您说一下，您可能是对我们这个律师行业不太了解。像韩主任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律师，您这样的案子怎么也给200起。对，我一般接案子都是200起步。能给您120，那真是缘分价了。您现在让他50万就接这个案子，那势必就是他别的案子就没那么上心了。罗英子，你和秋华回避一下，我跟那个马女士，我们在私下里。不用，我就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，不麻烦您了。不，马女士，这个案子我还可以给你分析分析，好几个点你们都没有看到，没有分析到，你们俩先回避一下，
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跟秋丽应该是回避一下。不是，您不说不签合同不谈案子吗？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先聊点，先聊点。我来把这个。不用打了。我没关系，很快的。哎，你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呀？马丽丽用多长时间把老韩给撅回来1小时吧。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？20分钟。你太低估老韩的胃口了，等着吧。哎，4点20啊，现在赌100块钱呢。行。你们俩跟他签去吧。啊，这人这么不识相啊！听我一句劝啊，你们俩也别跟他签。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，已经离婚了还这么卖力，心里不定怎么想的呢。放着有经验的律师不用，非要用年轻的，为什么呀？觉得年轻律师好骗，是不是？韩主任，谢谢您关心哈。那个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做律师要怕被人骗，那我就不做这行。主要我们年轻，也得什么都经历经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。发着呢，发着呢，100块钱。发那我过来就笑纳。走，签协议去。哎，晚饭啊，你请客。想得美。马女士。罗律师，哎，马律师。邱律师，我刚才已经拒绝韩律师了，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2位的。当然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。那我们呢也会拿出100%的努力，竭尽所能。当然了，这个结果呀，谁也不敢说。不过我们敢跟您保证，您再也找不着第2个比我们更努力的律师了。哎呀，这我信，这我相信。但是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有这么一个情况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下。上一次我不是从您这儿走吗？然后我回去就去筹钱去了。现在建设在里面，公司也垮了，家里是有些存款，但一部分存款，一审打官司的时候我用了，还剩了一部分，我也给他妈妈看病了。所以现在让我筹这50万，我真的筹不到。哦，没事儿，这个啊不是一次性付清的，您先付20万就行。我知道，但是这20万我也没筹来。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也看到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2位，你们2位也是诚心诚意想接这个案子。您看30万行吗？我可以先付15万的，然后等2审完了以后，我再付这15万，你看行不行？马女士，许建设不是还有多处房产吗？可那房子是他的，他现在人在里面，我也没办法帮他处理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卖房子不也来不及吗？您看30万行吗？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你们也是看着我不是图他钱的这个份儿上，我现在每花的1分钱都是我自己的钱。建设在外头也没有兄弟姐妹和亲人了，我再不救他，就真的没人管得了他了。马女士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就30万。我们不能不挣钱做事儿，也不能全为挣钱做事儿。咱就按30万签，您先交这15万，然后等2审结束了以后呢，再把剩下15万交清了就行了。太感谢你了，罗律师。那先走了，再见啊！再见，马律师。再见。大功告成。你还真是得意忘形哈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刚才很收敛的。这怎么才估了1000呢？200平的房子，又挨着中心，1000太低了。哈，法拍房估值都不高，到时候能拍多少算多少呗，反正够还咱们贷款的。要不换一家呢？重新估一下，我估计1200得有吧。
陈律师，你怎么了？估太高不好卖呀，咱们的钱拿不回来呀。也是，什么时候拍卖？啊，这个就很快了，只要对方不上诉，判决生了效，就赶快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陈律师，饭买好了。啊，是。哎，包。放副驾。啊。你是不是也没吃呢？没呢，我就光想着给您买了。一会儿我转你100块钱，你拿去吃饭，吃完先回去。那要不要给您再买点什么？不用，关门。哦。1000万少了点儿吧？1000，哎，走啊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公交吧。哎，你该客气时候再客气，咱一路回去还能商量商量那个案子案情呢。这听这声儿就知道是你放的，怎么流窜到我们这儿来了？这不是你家地盘啊！哎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这要是我们家地盘，我还能等你说完这句话呀？早把你腿给打断了。说干嘛来了？又想什么坏招呢？别自作多情，量诊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律师，我一堆朋友。哦呦，你还一堆朋友，哎，你什么朋友啊？无良配无耻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改这名，咱俩配就行了。陈硕，你找死呢吧？文英泽。这个1个星期了，不上诉啊？我上不上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冒破耗子假慈悲啊！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你不上诉的话，我怎么赚2审代理费啊？哎，我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你干嘛老咬着我不放呢？看上你了。啊呸！没对手很寂寞。哎呦，你还把我当对手了？我压根儿就没把你放眼里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不贫嘴了啊，说认真的，你再不上诉的话，这判决下来，房子马上进入法拍程序。那就不劳烦您操心了。怎么着？1审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吃的啊？英子，要不我先走吧，咱一块儿走吧，真太碍事儿了。拜拜，秋绿。我还真是纳闷儿，什么样的父母能培养出这种奇女子呢？其实他提醒的对。谁啊？陈无良啊？你这一口一个无良的，人家也是好意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能有什么好意？我严重怀疑他是看上我那套房子了，哼，来刺探情报。哎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不上诉，他肯定马上去抢我那套房子。马丽，哎，马女士，有事儿吗？啊，方便呀，您说吧。什么？就我自己？罗律师，哎，来，马女士，哎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您快请坐。来，这是给您点的。哎，谢谢。您先喝口茶啊。马女士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。我们会马上去见许建设的，但是在此之前呢，您需要把那第一笔的15万，要尽快的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。啊，打，我正在愁着呢。罗律师，你也知道，
我这为了救我们家建设，我真的是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这一审的律师费，我还是找人借的钱。但可是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就是爱我们家建设。白女士，您的情况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那您的这个境遇呢，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和同情。但是这个律师费啊，要是不按时交的话，这案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接的。当然当然，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呢吗？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您对我们家建设的这个情况也了解差不多了，您也知道他那几家公司啊，早就负债累累了。不过他名下有几套房，就处理一套，别说代理费了，干什么都行。可是我现在跟他都离婚了，如果没有他的委托，我是没有办法能帮他处理这些的。您看，您不正好要去见他吗？能不能让他把这个给签了？委托书，这是谁给您起草的呀？哦，一审律师。本来是他要帮我去办的，我这不是觉得一审他不给力嘛，所以二审我就不委托他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去见建设。我就想说，您见的时候，能不能让建设把这给签了？哦，那这个不行，这个除非是法院和公安各方许可。哎，不，这个真的不能让法院知道。你也知道我们家建设到现在也没认罪呢，而且也没给对方赔付。这要让法院知道我们在这卖房子，以为我们在转移财产呢。那马女士，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我干了这个，就属于违法违规了。罗律师，马女士，您别这样啊，您这样就为难我了。没有，我不是哭，我是哭我自己。你说我自己都想不通，我们俩本来都离婚了，我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是，他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再说句不好听的，他在监狱里头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，因为他在外头都没人了，外面他有点什么事儿，他不都得找我呀？我蒙他都行，可是您说我是蒙他吗？我这是蒙他吗？我都借私人贷了，我就是为了救他。我们俩这都离婚了，我还这样对他，你说我是不是贱？我就是马女士，贱我。不，您别这么说，好歹是夫妻一场。罗律师，你不知道建设还有家庭暴力，当然了，我也是火爆脾气。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真动手打我，往死了打。要不是上一次他对我动手太狠，他妈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跟他离婚。你说我怎么就是，我怎么就是忘不了他呢？罗律师，我知道我让您为难了，您放心，为了我们家建设，我哪怕我再去借私人贷，我也赶快把这15万凑上。我们家建设这案子，我还得靠您呢。我先收着，然后拿回去研究研究。太感谢您了。您先别急着谢我，这样您给我发个短信吧，然后在短信上写清楚您刚才跟我表述的这些诉求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干律师的职业病。您来打字，我来口述。哦。您说，罗律师，那天留在您那儿的案件材料中，有一份委托书，希望您去见许建设的时候，可以交给他，让他签字，委托我帮他处理他的房产。
好用来帮他二审。哎，好了，我给您发过去了。罗律师，您放心，只要建设在这上面签字以后，我马上就去先处理他一套房子就够了。我到时候先把那15万给您打上，然后剩下钱我也可以去还这个私人贷了。发过去了。哎，行。不可以，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规。您这是自我保护。那这个我就先收好了。好嘞。你疯了？这个怎么能收呢？这不是明摆着违反纪律的吗？这要当时被发现或者之后透出来，你这律师证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。你当时怎么想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当时就是觉得拒绝不了。这我先收起来了。走吧，看守所3点会见。秋华，你相信直觉吗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许建设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当事人是清白的，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咱俩感觉一下。我记得国外有一个律师说过一句话，律师都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。你说的这个我也听到过，要个清白的当事人干什么呀？如果官司输了，心里还有内疚感，不清白最好。可是如果明知道是不清白的，还要为他做清白的辩护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这个案子，他既然要求咱们为他做无罪辩护，那我还是希望他是清白的。许建设，我们是您前妻马丽丽拿着您的委托书为您聘请的律师，我叫罗英子，这位律师叫秋华。请问您同意我们做您2审的辩护律师吗？同意。那许先生，如果您没有异议的话，就在这2份委托书上签字，我们就正式成为您的辩护律师了，好吧？好。许建设，1审判决书认定您犯故意伤害罪，事实是去年8月23日晚持棍伤害李占军致死，并据此判您为无期徒刑。我们想问您一下，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？我没杀人，我甚至都没有打架，我是去拉架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许先生，您先别着急啊。您把那天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。我跟张胖子不，张玉林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。我怕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，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，所以我就去拉架。哎，我气！胖子，别拿棍子呀！拦我干嘛呀？我一直在拉架，我怎么可能突然杀人啊？可是现场木棍上是您的血指纹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是去拉架的。我追过去的时候，看见张玉林正拿着棍子打人，打得很凶。我真怕他打出什么事儿，我就扑上去把棍子夺过来了。上面当然有我指纹了。再说了，这棍子上面不止我一个人的指纹，怎么就能认定是我杀的人呀？可是您的同伴都指认，从小树林里出来是您拿着棍子。什么同伴呀？那都是他的朋友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你们可以去调查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天晚上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路边连个路灯都没有。他们离得那么远，谁是谁他们都看不清，怎么能指认是我杀人呀？许先生，后来这张胖子托信儿，说人死了，警察在抓人，骗我跑了，他没跑，
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张玉林把他们都给收买了。我刚才跟你们说了，那些都是他的朋友，跟我不熟，肯定帮他说话呀。徐先生，您说您是去拉架的，但当时小树林那么黑，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很难界定的。如果您能积极的赔偿或者道歉的话，那一审就不会判得那么重。我没杀人，我甚至都没打架，我去拉架的，凭什么让我赔偿啊？我凭什么道歉呀？二位姑娘，我是不太懂法，但我也不傻呀。如果我道歉赔偿了，不就等于我承认我自己有罪了吗？罗律师、邱律师，马女士，哎，会见了吗？会见了。那建设签字了？马女士，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帮您签，这是违反我们律师职业纪律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困难。如果建设不卖套房的话，这官司我根本就打不起。您不到时候还去见他吗？您帮我把这个字签了吧。马女士，您的事儿我们很理解，但是短信也给您发过了，这忙我们是真帮不了您。另外，马女士，第一笔款15万，你也得尽快打到我们律所的账上，要不然我们后续的工作也没办法开展。好，我一定尽快。记忆里许多事情又过去，过去，我们多有默契。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拥挤，踉跄步履，我依然独行。用热泪等执着回应，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